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对于世界来说，如果没有中美合作，多边主义是不完整的。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习近平还强调，中方当然要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处理好与此有关的问题。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于北京时间周二上午8点45分正式开始，华盛顿当地时间为周一晚上7点45分。中方的会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是国家举办重大外事活动和重要会议的场所。美方的会晤地点是在白宫的罗斯福厅，这是与总统椭圆办公室门对门的一间会议室。习近平系上了深蓝色领带，拜登则打着一条深红色领带。两位领导人落座后互相微笑着挥手致意。总统先生你好，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会晤。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人类是一个地球村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中美作为世界前2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儿，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我们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有效应对气变、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形成共识，积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地向前发展。这是造福两国人民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I'm happy we had found time to meet, and I look forward to a candid and forthright discussions like all the discussions we've had thus far. It seems to me our responsibility as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e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whether intended or unintended. And it seems to me we need to establish some common sense guardrails to be clear and honest where we disagree and work together where interests intersect, especially on vital global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How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volves seems to me to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not only on our countries, but quite frankly, the rest of the world. 习近平指出，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训，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3点原则：一是相互尊重，2是和平共处，3是合作共赢。中美应该着力推动4个方面的优先事项：一是展现大国的担当，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在这方面，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中方所提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2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
我愿通过多种方式同总统先生保持联系，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注入动力。中美在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3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中方当然要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处理好与此有关的问题。4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习近平指出，我们刚刚召开了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发展最大内生动力，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谁想阻挡这个历史趋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也根本阻挡不了。作为中国领导人，我能够为14亿中国人民服务，同他们一起创造美好生活，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我的态度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习近平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历届美国政府对此都有明确承诺。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关于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双赢，在商言商，不要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双方要做大合作蛋糕。美方应该停止滥用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拜登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作为2个世界大国，对美中2国和世界人民都负有责任。双方应通过开诚布公和坦率对话，增进对彼此意图的了解，确保2国竞争是公平、健康的，而不会演变成为冲突。我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讲，历史是公正的，美中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中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大国。我愿明确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歧，在美中2国利益一致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让2国人民都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应该鼓励我们的年轻一代更多接触、了解彼此文化，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双方还就阿富汗、伊朗核和朝鲜半岛局势等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2国元首都认为，此次会晤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有利于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2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信号。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造福中美2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这次的中美的元首会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进行的，因为首先呢，当然我们中国刚刚开过了六中全会，实际上中国的下一步的这个发展方向，下一步的整体的国家的建构已经确定下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外交也得需要相应的结合配合。那么在中国对外关系当中呢，中美关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那么2国元首会面的话，使得中国的国内国外2个大局能够很好的协调，很好的配合，从而为整体的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呢，那么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的奠定。同时呢，也在引领国际社会整体的朝这个良性的方向，那么呢共同应对国际上所存在的这些挑战和问题。
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视频会晤双方都是采用1+5的方式，即除了中美双方元首外，还有5名陪同人员。据了解，中方此次陪同习近平主席出席视频会晤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外交部副部长谢锋。美方此次陪同拜登总统参会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兼印太事务专员坎贝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谢锋在会晤结束后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这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3-4-2-1， 3和4分别是习近平主席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的3点原则和4个方面的优先事项，2指的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2个原则共识，即强调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和反对打新冷战，1指的是习近平主席就一个重要问题深入做了美方工作。在周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透露，这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两国元首每次交往必谈的问题。在这个关系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空间。那么应该说，这次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是非常明确的释放一个信息，实际上这里面带有警告的意味，就是如果你美国踏破红线或者跨过了红线，以及台湾方面踏过红线的话，中方要采取断然措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中美两国应该说在台湾问题上达到了一定的共识和一种共同的基础，来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的这个局面。今天中美元首首次举行云会晤，引发世界高度关注。我们观察到，今天外交部记者会开始前的1小时，现场就已经架满了摄像机，记者席也是座无虚席。我们注意到，今天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持续了3个半小时，这一时长在元首级会晤当中是较为罕见的。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赵立坚在会上多次提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点原则，这也清晰表明了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立场。针对外界颇为关注的中美风险管控问题，习近平此次强调重回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正轨，而美方此前曾多次提出要给中美关系建立规则、安装护栏，这次拜登又提出了重建共识的护栏的说法。对此，谢锋强调，无论是建立规则还是安装护栏，都应该平等协商，由双方共同商定，双方共同遵守，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提条件、提要求。双方高层以及外交、国防部门都可以保持和加强沟通。与此同时，要下决心预防和避免危机，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这才是治本之策。他打比方说，灭火固然重要，防火同样不可忽视。平时就应该主动及时地清除易燃易爆品。中美两国元首云会晤举世瞩目，两国元首谈什么，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双方紧张降温，引来全球媒体热议。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除了交流时间比预期长，此次会晤各国媒体的报道也呈现出了一些新形势、新气象。外媒普遍认为，拜登今年1月上任以来，两国元首已经通过2次话，但此次视频会晤是两国领导人最具实质性的会谈。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云会晤分为上下2个半场，会晤从北京时间上午8点45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25左右结束，持续了3个半小时。会晤超过了原定时间，特别是上半场的会谈比预计的时间超出了将近半个小时。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会晤结束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一晚间23点25，美方确实是加班夜谈。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中美元首会晤也是中外记者的提问焦点。针对路透社记者提问中美两国会否在未来安排元首或其他级别的会晤时，发言人赵立坚明确表示，今天的视频会晤是在关键时刻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的又一次把舵引航，对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中美元首面对面会晤持开放态度。今天的视频会晤，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同意通过多种形式保持联系。我们对两国元首各种形式的沟通，包括面对面接触、
持开放态度，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关键是双方要相向而行，用行动营造良好氛围，确保会晤取得积极成果。赵立坚表示，中美关系如果回不到过去，就应当面向未来。中方不抱幻想，但有信心，将继续保持定力。凡是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选项，中方都持开放态度。这场重磅会晤受到全球主流媒体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中美两国媒体持续滚动式推送会见的最新消息。此会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力。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结束后不久，知名公众号玉渊谈天发布一则学者解读的视频。这是我们上班时间，对吧？他那边已经是真的是到半夜了，还要在那加班。你说他是主动还是被动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方在塑造、在引导中美关系。我想，对于中美关系的这个主动权啊，我们肯定是要抓在手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除了多家中文全媒体滚动式报道，美国媒体也精心策划报道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彭博社等在首页以重磅消息的方式进行大篇幅报道。CNN、CBS、BBC、福克斯新闻频道等电视媒体也进行了深度报道。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aking office, President Biden is holding a bilateral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Both sides have been painting the conversation in very positive terms.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at the meeting was respectful, straightforward, and open. And then the Chinese side also used similar positive language, such as constructive and substantive. Now, this conversation was 3.5 hours long, so it was a lot longer than expected, which people are saying really was a positive thing. Keep this kind of high-level communications open to avoid strategic miscalculation from each other. The concrete result actually out of this, Max, was now they have agreed to resume dialogue from lower-ranking officials to talk about potential resolutions on a series of issues. 纽约时报报道强调，这次视频会晤是在拜登的要求下安排的，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减少冲突可能性的深切关注。该报高度评价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的成果。报道指出，两位领导人都表示愿意以一种避免世界两大强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方式处理分歧，仅此一点就可以为今年两国关系发生重大摩擦的可能性降温。欧洲舆论普遍对此次中美元首外交对接下来中美关系的塑造表示审慎乐观。法国《世界报》认为，此次视频会晤预计不会让中美关系即刻发生大转变，但对话旨在更清楚地奠定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础。德国之声电台认为，这次视频会晤后，中美双方较低级别的官员可能会开始安排双边会见，而在中美贸易上，紧张局势将得到缓解，进而取得渐进式进展。路透社注意到，这是自拜登1月份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位领导人进行的议题最为广泛的会谈。受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乐观情绪提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创5个半月以来新高。在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之前约1周，国际舆论纷纷捕捉到中美关系出现的积极迹象。上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年度晚宴，中美领导人都致函祝贺。中方贺信强调，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历史关口，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美方贺信提到，世界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到解决气变危机的现实威胁，美中关系具有全球意义。上周三，中美还在格拉斯哥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协议，并发表联合宣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让外界更加期待两国元首会谈能展现出更具合作意味的基调。但也有观察认为，中美关系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因此异常复杂。美方在发出积极信号的同时，持续的针对性及遏制举动也没有停过，特别是打台湾牌愈演愈烈。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中美之间诸多问题由美国挑起，这也是导致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关系陷入如今境地的根源所在。打掉了美方3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一个幻想呢，就是认为对中国呀会这个中国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第二呢，就是认为这个对中国呀可以对抗、竞争、合作，
三线并行，其实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三呢，能够保护盟友不受中国的反制。我觉得过去10个月中国也打掉这个幻想了。3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打掉以后，美方真正的认识到对中国呀我们不要幻想着改变中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视频会晤是美方先提出来的，那中国呢跟进。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美国还是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而拜登则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中美应当着力推动的4个优先事项中，第3项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习近平强调，中美存在分歧很自然，关键是要建设性管控，避免激化和扩大化。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美方务必要谨慎处理好相关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在此次视频会晤中，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习近平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习近平指出，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历届美国政府对此都有明确承诺。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习近平表示，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拜登表示，我愿明确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对于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是否有助于降低台海紧张局势，在周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视频会晤是在关键时刻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的又一次把舵引航，对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期间充分表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美方应当遵守中美间达成的正式双边协议和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正式决议，正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事实和意志，用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取信于国际社会。中美元首会晤在岛内引发极大关注，台湾媒体不间断报道最新进展。台湾一直只是一颗棋子，不是蔡英文告诉你的。蔡英文说我们也是下棋的人，好好笑哦。台湾连棋子被人家丢来丢去，所以今天看到民进党执政，台湾没有尊严，还要浪费这么多钱，实在很不值得。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发言人张敦涵周二下午表示，台湾的立场一贯清楚，就是所谓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台湾方面会全力阻止所谓现状被片面改变。对于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对台承诺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再次鼓噪所谓4个坚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作出回应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执迷不悟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图谋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只会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更多紧张动荡，给岛内民众带来更多灾祸。对于一切企图分裂国家、一切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的行径，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民进党当然会利用这种各种形式，用莫须有的去操作了一些抗中反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选举操作里面所必要的或所可能会呈现的一些问题。但至于民进党会不会也踏出红线去搞华理台独，我觉得他们也没这个胆子啊。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你好，习近平和拜登的视频峰会引发全球高度关注，那么这对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势发出了怎样的信号呢？刘芳你好，习拜会呢是由美国方面首先提议的，可见呢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更为焦虑一些。虽然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基调没有改变，中国呢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也没有变化，但是呢最重要的进展是双方呢都认识到，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中美公开的有明显敌意的对抗态势，对谁都没什么好处，甚至呢具有不可控的潜在危险。中美呢就两国关系和彼此的关切需要调弦，最起码呢要保证不能够再恶化。也就是说呢，这次习拜会是重置中美关系的开始。首先呢，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的表述有新的提法。习近平说，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呢要把握舵，使中美两艘巨轮呢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拜登呢则在开场白中称呢，中美都是世界主要领导者，明确承认中国世界大国地位，等于回应了中方提出的中美是平等的两大国关系的一个观点。习近平的巨轮论与拜登的大国说可以说呢是相互照应的，表明呢中美间的共识有所增加，对抗情绪有所降低。其次呀，两国对管控风起呢也是有共识。拜登呢率先提出要为中美关系设置防护栏，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习近平则回应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风起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避免扩大化激烈化。这说明呢两国都有这个管控风起、避免碰撞的愿望，或许呢是缓和关系、加强沟通的前奏。第三呢，双方对中美关系的原则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习近平说呢，中美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自发展权利。拜登呢则重申，美方呀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中美呢应该在分歧的问题上清晰坦诚，在利益交汇点上合作。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呀，这个美国外交团队啊今年提出的对华政策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这个拜登呢同习近平的对话是只谈竞争与合作，不说对抗，还说呢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这呢是很值得关注的。这三点呢都是比较积极的成果，或者说呢中美关系可能有缓和的迹象。就像英国评论家所观察的，两位世界上呢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告诉你，他们呢在热烈的讨论地球村和人类的挑战。今年3月份阿拉斯加的公开争吵似乎已成往昔，我们呢应当对此感到高兴。他们呢在战争发生之前就远离了战争。习拜会呢或许是一次真正重置中美关系的尝试，我们期望呢能以更具体的方式来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关系。另外，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似乎仍然存在分歧。中国最高领导人严厉警示，所谓以美谋独、以台制华的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呢？习近平进一步讲了一个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世界上呢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中国实现完全的统一呢，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呢，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呢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这相当于呢，给台独势力及其国外支持者下了最后通牒，或者说呢，亮明了底牌，谁
胆敢突破红线，中国呢会采取断然行动，维护国家这个领土主权的完整。至于断然措施是什么，谁呢心里都明白。一些海外观察人士认为西拜会的主要意图是摸清双方在重大这个问题上的底线，或者说呢，在竞争关系下呢重新确立底线。中方呢在台湾问题上亮明了底牌，美国呢就有可能嘴上不说，但今后呢会在行动上有所收敛，降低与台湾接触的层级和这个频率，让北京呢感到华盛顿呢这个确实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反对台独。美国收敛了，台独势力不再折腾了，那么台海和平与稳定呢就能够保障。好的，非常感谢陈斌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台媒报道，被台当局寄予厚望的潜艇自造项目首艘原型艇，周二低调举行安放龙骨仪式，全程没有对外公开。此前从未缺席过该项目重大节点的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当天竟然没有出席这场堪称台湾自造潜艇高光时刻的仪式，引发外界猜测。据首艘原型艇建造方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周二的安放龙骨仪式在台船潜艇专用厂房进行。不过，蔡英文并未出席，当天也没有任何台当局高层露面。台媒指出，这相当罕见，因为潜艇自造是台当局力推的所谓防卫自主重大项目，蔡英文参加了此前几乎所有重要活动。从2017年的潜艇自造设计启动及合作备忘录签署，到2019年的厂区动土典礼，再到去年11月的开工典礼，蔡英文从未缺席。有台媒提出疑问，对于连修个潜艇厂房都要亲自出马的蔡英文而言，安放龙骨作为该项目的重要节点，为何选择避而不来？作为一个潜艇这样一个东西，尤其是台湾制造的吨位不是很大的，它花1年多的时间才进展到铺设龙骨这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有点慢的。所以说，蔡英文不出席，低调的这个让这个新闻出现，多少有一点就是说防止这个被外界杯葛和攻击质疑，说这个他所谓的国建国造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否有序进行的这样一个问题。据了解，总投资超过890亿人民币的所谓潜艇自造计划，由于台湾缺乏建造潜艇的经验和技术，其实是由日本提供现成的潜艇方案设计，美国则满足其作战系统和武器的配备需求，而主要核心装备大都需要进口。开工近半年后，台湾军方表示已经获得美国包括战斗系统整合、数字声纳系统、辅助装备系统潜望镜等全数红区装备的输出许可。但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这意味着该潜艇的主要作战系统均需要进口，后续能否进行系统整合还是问题。此外，美国也不太可能把现役装备卖给台湾，提供给台湾的这套潜艇作战系统不但比美军主力装备落后2代，而且势必要阉割某些功能。更有知情人士披露，当前外部环境突变，导致许多原本从岛外采购的零部件已无法顺利获得，从而对台造潜艇的后续施工产生较大影响。此外，为了解决潜艇施工技术问题，台船原本高薪聘请了韩国某团队，主要负责制造与焊接潜艇耐压壳，这也是安放龙骨的关键环节。但由于与台方发生争议摩擦，目前韩国技工都已不愿再为台船工作，准备聘期一到就回韩国。届时潜艇制造技术出现断层与问题，也只能由台湾自己承担。再加上一旦零件供应出问题，潜艇自造项目就只能停摆，台防务部门投入的巨额预算也将成为一堆烂摊子。主要的难点就在于台军一方面极端的缺乏这个潜艇的制造的经验，所有的技术台湾都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积累，这个项目等于说是对他来说寸步难行。而同时台湾又缺乏使用潜艇的经验，台湾目前只有4艘潜艇，到现在也比较落后的潜艇，它其实对于当代潜艇的认识也是有偏差的。在这样双重的这个对潜艇其实是一种盲目和无知的情况下，他想要在极少数的依赖一些外部的这个支援的情况下去建造一个自己的潜艇，那必然是难度重重的。
有岛内评论指出，自蔡英文上台以来，不断炮制台湾自造，包括自造潜艇、自造导弹、自造卫星、自造火箭、自造疫苗，结果均以失败告终。台产潜艇制造仍需依赖海外提供关键技术，台产卫星出故障无法完成任务，台产火箭发射时发生火警，台产新冠疫苗不获国际承认。可见蔡当局却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失败是意料之中。对于蔡英文当局力推潜艇自造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明确指出，通过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来为自己的错误政治路线保驾护航，只能升高两岸的紧张，拉开两岸的对抗，对台湾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没有任何益处。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你好，那么台军潜艇项目迈开施工步伐，但是外界并不看好，那您对此有何判断呢？民进党搞潜艇项目无非有3点说辞：一呢，潜艇威慑力更胜战机，哪怕10年后造出比大陆落后20年的潜艇，那也具有其他兵器无法取代的战略地位。二呢，台湾可以向美国表达所谓自主防卫的决心。要知道，台湾军费已占到 GDP 的3%，可总额只有100亿美元上下。继续从事抗衡大陆的兵器开发，其实呢是主要赢得美国友人的信心。三呢，潜艇自造会吸引更多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拉动岛内的发展，刚好搪塞对美凯子军购的批评。但就事论事，从技术角度看，台当局出于对抗目的所建造的潜艇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定位错误，其中最大的一条莫过于他们规划的潜艇有1800吨。所有台建台造的项目里，最缺技术的其实就是潜艇。在缺经验、缺技术之下，台当局搞技术冒进，策略上不求先有再求好，而是盲目的贪大求全，显然就埋下了祸根。从全球潜艇的视野看，任何潜艇建造方，除非有全面的外援，但凡以我为主的造潜艇，普遍是从1000吨以下的近岸防御型的小艇开始，10年左右以后才去造大艇。毕竟研制和建造一旦某些技术或者外国设备搞不到，就会胎死腹中，白白浪费人力物力，即便靠次品取代，也会减死原有的战绩指标。更微妙的是，民进党官员们普遍本事不大，口气大，位居要津的高官其实所想的不是防卫自主，而是彰显功绩或者另有所图。众所周知，潜艇越大，造价越贵，在总经费固定之下，相对的台军能买的就很少。对台当局所追求的军经互助复合发展来说，因为吨位大，造价高，数量少，除了降低台湾自研潜艇的技术基础外，更不利于未来潜艇工业的持续发展。毕竟吨位大，造价高，台军相当长时间里是不可能再提更新的项目。况且这些潜艇又不能出口，必然导致他们好不容易凑起来的技术经验退化乃至丧失。看看台湾当年的自主建军的光华1号专案、阴阳专案，哪个不是这样自废武功呢？不客气地说，在政党恶斗与人谋不臧之下，台湾出于错误政治动机所强推的潜艇制造，对大陆的影响纯属隔靴搔痒，对台湾却弊大于利。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在上海演播室的在线解读，谢谢。